如果说哪场战斗是让整个帝国都为之胆寒的，死灵法师莫拉斯的亡灵军团足以让整个中部山脉都笼罩在活死人的阴霾之中。好在盖尔马拉兹上的古老矮人符文驱散了死灵邪术，西格玛也因此战得到了巫术之冠，属于纳迦什的巫术之冠，用黑曜石、陨铁和次元石打造的，融合了纳迦什的灵魂碎片和记忆的巫术之冠，其蕴含的死灵之力足以唤醒整个世界的死者，无处可逃，永难安息。吾夺如性命，只若吹灯拔蜡；如尸骨未寒，灵魂却已攥于吾手。如将永世为奴，吾为永恒之主。这便是纳迦什之全能。此时此刻，在如今帝国被称之为微森林的行省，梅洛根伯爵马库斯正带领着队伍来到名为莫尔的高山，这里埋葬着整个部落的勇士，其中有一名最古老的英雄。传说这名英雄从食人魔的汤锅里救下了部落的第一任国王，而在今天，马库斯伯爵将在这里埋葬他的儿子。伯爵之子为了保卫人民，死在了绿皮手中。今天，在马库斯家族和梅洛根勇士的见证下，死神莫尔的牧师们会将伯爵之子送进莫尔的永生之门。牧师合上书，低下了头。山坡上一片寂静，似乎连黑马和火把都明白，打扰国王的丧事是不得体的。但远处却传来阵阵掌声，一名年轻人从石碑后缓缓走出。他的身材修长，皮肤白皙，长相完全不像一个帝国人或是洛斯卡人。他的五官像鹰，眼睛是黑色的，腰间携带着一把细长的阿拉比弯刀。他身穿银色和金色的盔甲，外面罩着白色丝绸斗篷。来者不善，但莫尔的牧师仅仅只是埋怨年轻人玷污了神圣的时刻。随后祷告书被打掉在地，气氛变得紧张了起来。即使来者孤身一人，战士们的心中仍然感到压抑不堪。这不是来自于孔掠恶魔的恐惧，更像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对死亡的敬畏。作为一名强大的战士，马库斯伯爵还是从男人的眼中捕捉到了重点。这个人要么是个杀人犯，要么是个疯子，要么他知道些什么。马库斯的直觉是准确的，这名年轻人名叫哈尼德·阿尔蒙塔希尔，但哈尼德并不是人类，也并不年轻。他是5名最为古老的吸血鬼之一，效忠于列夫瑞塔，第一位吸血鬼，传说中的0号病人，莱米亚吸血鬼始祖。在这之前，列夫瑞塔拒绝了黑色阿克汗的出兵请求，而是将因犯错而被囚禁的哈尼德交给了他。这时，一声可怕的吼叫声席卷了树林，恐惧笼罩在每个人的头顶。这种恐惧来自于基因之中，就像年幼的兔子天生就会躲避老鹰的阴影。轰的一声，一只红色的怪物砸在了战士们中间，只在瞬息间，他们就变成了一块块血肉。马库斯伯爵在看到怪物的模样后便丧失了斗志，因为它并不是活物，而是由骨头和人皮组成的死物。但他还是跑向了妻女，把他们聚在自己的身边，祈祷着尤尼克的保佑。哈尼德看着马库斯一行人，嘲讽尤尼克可不会在乎弱者，可不会拯救弱者。随后他慢慢走进了马库斯，月亮也从浓雾中冒了出来。伯爵这才发现，这名不速之客的白皙皮肤不能说是毫无血色，也完全不亚于苍白的月光。你是个吸血鬼，死灵怪物！马库斯怒吼道。伯爵的妻子晕了过去，马库斯抽出匕首，想要亲手结束妻女的生命，只有这样，他们才不必面对即将发生的噩梦。但哈尼德不会让马库斯得偿所愿的，他所爱之人都将会死去并复活。说出他的名字，凡人！哈尼德·蒙塔希尔斥责道，一边把指甲插进马库斯的喉咙里。他活在凡人的脑海里，就像遥远国度和被遗忘的噩梦。这是一个死亡的名字。他与说书人一起旅行，毒害了蜷缩在火旁的胆小鬼。他们愚蠢地认为自己是安全的。说吧，凡人，现在就说。他是纳迦什。马库斯像诅咒一样吐出了这个名字，仿佛说出古老恐怖故事中死灵法师的名字，给予了他力量。一道惊雷划破天空，纳迦什的双眼闪耀着强大的力量，从他那干瘪巨大的身躯中流进了梅洛根人的坟墓。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
但随后马库斯伯爵就惊恐地看着早已死去的儿子慢慢坐了起来，那双早已死去的眼睛凝视着马库斯，其中闪烁着冰冷的绿光。但这并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开始。莫尔山开始因弟弟的呻吟而颤抖，一只只枯手从地上伸出，干瘪的肉粘在骨头上，生锈的盔甲浮出水面，成千上万的梅洛根勇士从沉睡中苏醒，而他们将永远地效忠于纳加什。马库斯伯爵的恐惧逐渐被愤怒所淹没，但他无法从哈尼德的手中挣脱。随后獠牙扎进了他的脖子，马库斯感到自己的生命正从肉体中被吸走。然而在他即将落入死亡深渊时，他唯一的不甘便是梅洛根人再一次辜负了他们的皇帝西格玛。几天之后，西格玛正与骑士们在长屋中研究着地图，听侦察员讲述他是如何从绿皮手中救下矮人的。矮人车队被伏击的地方位于南方的森林，因为那里人迹罕至，所以绿皮和野兽人逐渐变得大胆了起来。众人觉得以绿皮现在的实力，想要对付20名全副武装的昂布罗根骑士还是异想天开的。但西格玛指出，这些绿皮可是屠杀了一整支矮人车队，装备着某种会发出巨大响声的远程武器的车队。这时他的思绪被门外的骚动打断。皇帝的王冠在头顶发光，这是来自矮人古老符文的警告，只有出现邪恶的魔法和非自然的力量之时才会这样。一阵刺骨的寒风破开大门，风中夹杂着死气和风沙。门口站着一个身穿金银盔甲的高大骑士，骑在地狱般的黑马上，眼睛暗红，像沼气一样的臭气从野兽张开的鼻孔里喷了出来。骑士骑着他那梦魇般的坐骑走进长屋，他的铁蹄在石板路上闪着火光，就像沉重的锤击。没错，来者正是纳加什的使者哈尼德·蒙塔希尔。但埃尔弗雷德却认为此人只是在装神弄鬼，因为整个帝国的人都知道纳加什只是一个吓唬小孩的故事，没有哪个故事是相同的。行走的尸体，倒下的战士重新爬起，成群的活死人跟随恐狼的嚎叫行进。但所有的故事都有一个共同点，那便是纳加什乃是亡灵的至高尊主，一个邪恶的国王，来自遥远的南方，一个横跨世界的帝国曾经从沙漠中崛起。那个帝国在一个早已被人遗忘的时代毁灭，只有尘封的故事和模糊的传说从那个时代流传了下来。只因纳加什从古至今就存在于帝国子民的恐怖故事中，所以在座的众人都只是嘲笑着这个天真的年轻人。但西格玛知道，死者确实可以从坟墓中爬出。他和他的战士们经历了一场血战，才攻下了莫拉斯的黄铜要塞。所以即使关于纳加什的传说只有一半是真的，他的力量也远超死灵法师数倍，或者说莫拉斯的死灵之力正是来自于纳加什的王冠，而哈尼德作为纳加什的使者，正是为了纳加什之冠而来。因为重新复活的纳加什需要恢复自己的力量，从而夺回本该属于自己的尼赫哈拉。西格玛明白，这顶王冠绝对不能落入死灵之手。哈尼德笑了起来。西格玛对他嘴角的2颗尖牙并不惊讶，他知道自己面对的是吸血鬼，一种以鲜血为食的怪物。但哈尼德并不打算从西格玛手中抢夺王冠，他只是告诉在座的众人，梅洛根人的国王已经死了，马库斯的家族和部落将为纳加什而战，而且还会有更多的人或死人会加入其中。哈尼德转身上马，随后黑马展开翅膀飞向了远方，这也让昂布罗根骑士们放弃了追击的想法。阿尔弗盖尔看着吸血鬼消失在树梢上，他的脸因恐惧而变得苍白。现在西格玛并没有时间去求证马库斯伯爵是否已经死亡，他将雷克多夫的所有超学员们聚集在了一起，因为在日出之前需要将消息送到每位伯爵的手中，而学者们需要研究图书馆中的所有卷轴，希望能从传说中找出与纳加什有关的文献。每个村庄和城镇都必须进入备战状态，为迎接死灵大军做好准备。阿尔弗盖尔本想前往南方去抗击纳加什，但西格玛派他和卡斯温去执行一项足以拯救帝国的任务。与此同时，在帝国境内各处都出现了诡异的事情。米登海姆出现了一群疯子，他们一边哀嚎呻吟，一边用缠满荆棘和鱼钩的绳子抽打着自己光秃秃的后背。
血肉被撕碎，一些人用屠刀切开他们自己的胸膛，另一些人则把削尖的木头碎片塞进指甲里。他们认为自己所遭受的苦难都是因为自己对众神不够虔诚导致的。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末日，因为众神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你们当中谁没有看到过末日的迹象？你们当中有谁没见过我们从这个世界上灭绝的预兆呢？瘟疫摧毁你的城镇，野兽猎杀你的孩子，邪恶的人用剑和弓抢夺不属于他们的东西。我们注定要失败，这不是别人的错，而是我们自己的错。我们背离了我们应有的虔诚，让众神抛弃了我们。这片土地上的恐怖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因为我们是不信神的民族。除非我们能用鲜血和痛苦洗净我们的罪恶，否则我们注定要灭亡。而在尤顿斯雷克城，也就是现在的马林堡，朱特尼斯国王沼泽狼马吕斯收到了多封来自于商人的信件，他们声称船只遭到了袭击，为了保命不得不丢掉船上的货物。但最重要的是，袭击商船的并不是海盗或者洛尔西人，而是由死人所驾驶的船只。当他们的船只驶近时，船员们闻到了朽木的味道。每艘船上都站满了腐烂的如枯骨般的水手，死灵涌上速度最慢的船只，撕咬着活人们的血肉。奥斯滕加德是帝国境内一个以伐木为生的村庄，居住着200名伐木工人和他们的家人。在哈利德出现在雷克多夫之后，西格玛收到了2位伯爵的求救信，祈求皇帝的军队前来镇压复活的亡灵。昂布罗跟战士们一路长途奔袭，他们在咆哮山遇到了切卢森人和塔留特人，但亡灵的速度似乎更快，整个奥斯滕加德都变成了坟墓。这些皮肤苍白的生物以尸体为食，互相争夺着最为新鲜的人肉。帝国的战士们注视着死者，他们被活人的味道所吸引，无尽的饥饿驱使着他们涌向西格玛。西格玛估计这里至少有500只行尸，这点数量并不会对众人造成威胁，但他们所带来的恐惧足以摧毁新兵的战意。不过生者与死者的对决终归是无法避免的。虽然行尸的攻击方式很单调很缓慢，但西格玛的盔甲上还是被棍棒和砍刀留下了伤痕，鲜血从他的肩膀上流出。帝国的战士们协同作战，以避免被行尸所包围。血莲骑兵沿着村庄的外围收割着苍白的食人生物。在战斗开始后，这些怪物便成群结队地在树林里乱窜，躲在战场的边缘，伺机偷袭落单的士兵。但西格玛无暇顾及战场的外围，因为在死者大军的中央有一名身披黑色斗篷的战士，一具头戴青铜头盔的白骨，他的眼中燃烧着绿色的火焰。西格玛能感觉出有一股邪恶力量存在于他的体内，一种来自于死亡国度的魔法将死者们聚集在了一起。西格玛和阿洛伊索斯向着黑衣战士冲去，但每走一步就会有更多的死者爬出，企图拦住他们。基鲁森伯爵召集了自己的禁卫，在死去的战士中开辟出了一条道路。众人都明白，那个黑衣战士便是死者的力量之源，也只有西格玛手中的盖尔马拉兹可以摧毁它，就像在米登海姆之战中摧毁孔略恶魔的黄铜祭坛一样。在矮人古老符文的帮助下，盖尔马拉兹穿透了黑衣战士的血肉、骨头和魔法。伴随着青铜头盔掉落在地，一股冰冷的能量从崩解的肉体中冲出，惊悚的幽灵嚎叫撕裂了森林。伴随着嚎叫的消失，从坟墓里爬出的死者就像拙劣的木偶一样摔成了碎片，森林中那腐朽沉重的瘴气也随之烟消云散。但这一切真的都结束了吗？